不懂可以这样形容吗？它不是1加1等于2，它是1加1等于 b。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什么频道？是的，我又回到了捷运站。那今天是地铁捷运站美食的第3集，我要去Sunway Joe吃它的 Doncaster Lab。大家也知道，一般上我们去到 Sunway Pyramid 那一带哦，很自然而然就是去 Pyramid 里面找吃。而Sunway Joe呢是比较少人会去想到哦，那边有好吃的东西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去那边 explore 一下。有看过我前2集LRT美食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住卜中那一带嘛。那卜中那一带，我们乘搭的是 Sri Petaling Line， 而今天要去Sunway的话呢，就是要去转站，去那个 Putra Heights 那一边转去 Kelana Jaya Line。过后呢，就会很有趣的，就是要去到Sunway Joe呢，我们必须再转一次 BRT。那为什么说有趣呢？我不知道，或许大家很习惯就是搭 LRT、MRT， 但是 BRT 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在Sunway那一带有罢了。那它很好玩了哈，说它是巴士，它又不叫巴士，所以呢，等一下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所以我们到了 Putra Heights 的站，现在要转过去 Kelana Jaya Line。要注意哈，就是要转去 Kelana Jaya Line 的时候，是要去 Platform 1A， 因为这一边它是有经过Subang的 ，Platform 1B 呢是去回 IOI Mall 那边的，所以我们现在在 Platform 1A 这一边等那个 LRT 去 USJ 7的那一个站转 BRT。好，我们现在到了 USJ 7的站。接着我们走过去转 BRT， 所以 BRT 就是 escalator 下来了过后呢，就直直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不要出去，我们不要离开这一个 USJ 7的站。好，我们直接往那一边去转 BRT。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一个站绝对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的站，因为他去Sunway Pyramid 啊，去 Monash 啊，都是用这一个 BRT。到了过后，我们就在这边等，然后那个 BRT 就会从这边来。我们现在在USJ 7，我们就要一个站去 South Quay， 然后 Monash、Sunmet、Sunway Lagoon、Mentari 跟 Setia Jaya， 所以我们要去Sunway Joe的话呢，就是下Sunmet。现在出发了，刚才跟司机大哥打个招呼，人也是非常友善。那而且我也是经得他的同意哈，在他的旁边这样子拍，不会影响他驾驶。最主要的是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要尊敬别人的私隐哈。就是我跟他说，我不会去拍那些乘客，所以呢就拍一拍这个前方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乘坐 BRT 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第一个站是South Quay，大家可以看哦，我喜欢乘坐 BRT 的分别就是比起 LRT 跟 MRT， 在 BRT 上相对的风景很美。Monash 过了过后，下一站就是 Sunway Medical 了。Sunway Medical 在左边，右边就是 Sunway Joe。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这里吃它的 Doncaster Lab。Thank you, boss. Have a nice day, eh? Thank you. 到了Sunmet，下 escalator 就可以到了。下了一层了过后，就天桥过去。一来到第一个进入眼帘的美食就是 Burger King， 然后有 KK 玛拉，那一边有 Jaya Grocer、Mr. DIY。escalator 直接下去，下来了过后转左，直直走。
有 Guardian 蜜雪，所以我们这边转左 Jaya Grocer。OK， 我们知道 Jaya Grocer 这一边直走 Doncaster Lab 就在那一边。走着去 Doncaster Lab 的时候，我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大家今天看我这个影片的时候，算一下我讲了多少次 OK。因为上一个咖喱面的影片出来了过后，不只是观众朋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一直在笑我，喂，可以不要讲这样多是 OK 吗？很烦呢。然后我在底下也留言，我说我在剪 video 的时候哦，我自己听到哦，都在敲我自己的头，我都已经 cut 掉大概48%的 OK 了，还存活这么多。好了，大家尽量取消了啊！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要改掉这个坏习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所以今天大家就来玩游戏啊，算我讲了多少是 OK。好，到了 Doncaster Lab， 就在 Christine Bakeries 的正对面，所以刚才我们是从那一边走过来的。那 Christine Bakery 的正对面就是今天的主角，我们今天要来拍的 Doncaster Lab。一进来就是很舒服的环境。Hi, good morning. Can I film? Can I? Okay. Yeah, because I'm a YouTuber, I'm introduced to all my audience how they can get good food through MRT, LRT, BRT. Yeah, so today I decide to come because I have craving for this for so long. Okay, so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All right? Don't mind, huh? Thank you, thank you. Hi, good morning. Morning. You open 11, right? Yeah, all right, okay. I want the jajangmyeon with the donkas. All right? Yeah, that's all for now. And then the drinks is a set is free. The price is already included. The drinks. All right, then I'll have that. Thank you. Sorry? All right, okay. Yes, 他告诉我就是 kimchi 啊，那些小菜那边是从那边拿。Thank you. You have a nice day. 有观众朋友提醒我，他说其实来吃东西的话，最好的话也可以说一说价钱。那这个Doncaster Lab快速带一下哈，因为我是很想要吃它的那个炸酱面啊，跟当然来这边怎么可能不吃它的Doncaster对吗？所以今天就是这一 set 总数是31块钱，所以它的餐具如果需要多一点 self service 清水的话，这边可以自己来拿。kimchi 哦，这个腌黄瓜跟白萝卜，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装修风格，就是它的灯灯饰，我觉得就是放的恰到好处，让人家不会有那种就是太过亮，就是广东话叫做好惨眼啊的那种感觉，而它又是走好像工业风这样子，却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它好像我们叫做有一点脏乱，就整个感觉就是4个字：舒服、高档。我刚才就说了哈，大家来到三味这一带，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三味 Pyramid 找吃。但是这个三味 Joe 里面也有很多隐藏美食的。我来之前，我的姐姐、我的朋友都告诉我，哎，你一定要去拍这个，你一定要去拍那一个。所以等一下吃饱了过后，我就会去介绍这边里面有哪里一些美食。当然，我今天我不会吃，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拍。Thank you. OK。我从外面进来哈，我发现他们已经帮我摆好的我的食物了。这个炸猪排有多大呢？比较一下我的手掌，有啊，可以讲是我的手掌那么大。比较一下，一直插，给大家一个概念哈。然后大家看看它的酱，我很喜欢炸酱面，可是要吃到好吃的炸酱面不容易。我很喜欢就是它的那个器皿啊，我们来看，全部这种一 set 的这一种颜色，就感觉很舒服，就吃起来哈，整个人就觉得那个感觉很好。
精神气爽啊！不知道大家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吗？因为它是整个是工业风嘛，对不对？大家看它的装修，就是有这种铁跟木融合得很好。吃炸酱面哦，一定要哇！一般上我是很粗鲁的捞，但是今天我要注意哦，就是我先不要去碰到那一个大猪排先。哇，怎么样？捞了过后的感觉，我是很喜欢啦，看到很爽口啦。吃之前先喝它的饮料 ，Ice Lemon Tea。好，大家就知道啊，它的饮料是包含在里面的，它的价格就是会附上一杯 Ice Lemon Tea， 好喝。开餐。很想念，很想念。炸酱面哦，它不像我吃咖喱面啊，或者甚至是鸡肉饭啊、云吞面这样子，我可以拍出那种效果，就是放进去就吸，这样子吸进去。它比较难，因为它的酱是很浓稠的，所以炸酱面基本上它是怎么叫做要搞的，要这样子吸进去的话难度比较大。它呈现出来是另外一种画面，大家看是怎么样的画面呢？就是很豪迈的，一整口放进嘴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我每次吃炸酱面我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叫我这样子哦，不可能嘛！吃炸酱面，不可能这样子吃嘛。这样子吃下去，有什么意思？对吧？可是哦，我这样子吃哦，我看像我这样的大嘴巴，几口就吃完了。你说吃不饱吗？肯定饱的。就算不要说这一个大猪排这么大片。但是它的那个面哦，捞上它的酱，它的那个酱那么浓稠哦，它整个包住这个面哦，它的分量吃下去，饱足感、满足感都是很大的。问题是，我吃完了过后，当下会觉得啊，饱不饱先不说，我会觉得哇，我好像才吃几口就吃完了，还没有吃过瘾啊，大家明白吗？味蕾还没有享受够，就已经吃完了，所以很痛苦。无限添加的小菜，在我吃那一个猪排之前，试一试它的 kimchi， 跟 kimchi 一起吃，你看啊，哇，它的 kimchi。我喜欢吃，大姐知道我爱吃辣，它一放下去哦，马上那个鼻子就呛上去啊！当然不像瓦萨比那么夸张，不用担心，但是是很爽的。哇，那个感觉 good， 它的味道非常好哎！哇，对不起，我要吃多一点。我不敢讲。我很会吃 kimchi， 我不懂 kimchi 什么样才是叫做最好吃，它应该要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不敢讲。但是这个可以讲是我吃过的 kimchi 好吃的里面，绝对是前三，绝对是合我口味啦。OK， 合我口味。好啊，放一点 kimchi 跟着这一个炸酱面一起吃。另一种享受，另一种层次，很神奇耶。通常我们吃 kimchi 哦，去吃 Korean BBQ 啊，吃 kimchi stew 啊，放在饭上面啊，就是一口下去，那个 kimchi 的味道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通常就是 kimchi 的味道压过那些饭呐，废话，我不讲白饭了，压过那些面呐，甚至那些那个韩国烧烤的那些肉
它会包在那个菜里面，一口吃下去是kimchi的味道先的。可是这个哦，很神奇耶！我刚才这样子吃哦 ，OK， 我再试多一次啊。不懂敢不敢用神奇啦，很有趣。它的炸酱的味道哦，它的酱的味道哦，是跟那个kimchi融合在一起的，没有讲谁抢掉谁的味道哎，就是它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口味，就是另外一种，我不懂怎样形容，就是好像觉得哦，吃kimchi的味道，吃这个面的味道，可是吃这样子放下去哦，它并不是kimchi加炸酱面的味道哎，它是一个第三个味道。不懂可以这样形容吗？它不是1加1等于2，它是1加1等于 B。大家不要笑我啊！好吃好吃。好，我知道大家迫不及待了。好，对不起啦，反正 anyway 我讲过很多次了啦，大家看我拍3-5分钟，我前面是做很多准备工作的。这个炸猪排绝对不是热热的啊，我们要对donkass的公平一点 ，OK？ 它怎样都是冷了一点的，但是我还是要希望可以收到它的脆口的声音了啊。哇，天哪！颠覆了我对炸猪排的认知，什么意思？看到吗？它是肥的哎，对不起，我讲的肥不是贬义啊，是褒义啊，意思是在讲说，一般上我吃的炸猪排都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对不起啊，我不能这样形容，就是里脊肉嘛哈，里脊肉就是吃起来感觉好像是鸡胸肉，对不起，对我来讲，炸猪排。是源自日本嘛，日本的时候是叫做tonkatsu T-O-N tonkatsu， 后来日本殖民韩国的时候，那就把这一道美食传过去了韩国，那韩国当然就是叫做 tonkatsu D， OK， 日本是 T， 韩国是 D， 那韩国就是 tonkatsu， 当然韩国人自己也优化了，变成了他们自己特色的一道美食。韩国的话，他们就是用所谓的里脊肉跟好像是叫做猪内腰肉灯芯跟安芯，对吗？我念错不要笑我啊！灯芯跟安芯这2种肉最常就是用来做tonkatsu的因为很重要，就是要配合到它的口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要做一个好的tonkatsu的话呢，它的这一个面包坑要选对它的那个猪肉。然后炸的过程，一切那个蛋都很重要。它的口感跟是叫做很多其他的炸猪排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它咬下去我不懂是里脊肉还是猪内肉我不懂是灯芯还是安芯，但是咬下去，它是真的是很松软，很舒服，然后每咬一口，牙齿每咬一下去，就是哗一声，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就是可以知道他们的功夫绝对是顶级的。然后我刚才这一片又舍不得吃，再咬多一口就可以吃到它的，好像在吃盖伊豆这样大家看回那个 Boranos 的炸鸡的影片，我最爱的部位是。盖伊豆，所以我吃这个好像在吃盖伊豆。很好吃。对，那个我很喜欢。大家懂什么叫层次感吗？炸酱面里面本身已经有了。他们好像是叫什么节瓜，对吗？如果没记错，然后 cabbage 是吗？菠菜，
然后它的酱有肉碎，本身都已经是层次感满满了的。如果没有错的话，炸酱面好像是源自中国山东省，对吧？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一个做法，就是已经是很丰富，不管是它的配料、它的口感、它的味道，都是很层次很高的。哦，享受，真的是享受。刚才忘记了哈，称赞它的 kimchi， 称赞到这样，再放满它的这一个腌黄瓜，再一次啊。哇，法根 kimchi 的脆口，炸猪排的脆爽脆，它的菜煮到刚刚好，但是我们就只是吃面哦，咬下去就是面的嚼劲口感，跟这一个完全不一样。炸酱面有一个好处，它不是说一定要烧吃的，很特别嘛哈。大家知道韩国美食就是有冷面吗？哇，在面里面放冰块，大家可以想象。所以什么东西叫好吃，什么东西叫不好吃，完全就是吃习惯罢了。我们很习惯嘛，亚洲人啊，好，我们马来西亚人啊，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从小到大煮好了，妈妈讲什么，趁热吃。烧的时候是冷了就不好吃了，对吗？可是什么叫做烧好吃？人家有冷面呢，不只是凉了哎，是放冰下去让它冷的嘞，很好吃哎，很好吃哎。所以我喜欢，很合我口味。没有了。后悔了，太少。OK 了，面也差不多完了啊。大家试试看啊，看这次有没有骗人啊？你们来，你们只是先单单吃一口炸酱面，然后你们吃一口放多 kimchi 的下去，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讲的意思，完全没有谁抢到谁的味道，1+1等于 B 啊。抱歉。好像没有给大家看哦，它的炸猪排几厚，不只是大片，很厚。好料成底。简单的总结一下，面嚼劲一流。算是 Q 弹，不算是炸酱面哦，跟这其他的面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整个是融合，它是一整块就是进到去哦，你就是享受每一个层次，不是说我在吃面哦，有吃过炸酱面的人，你们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不是很会形容，但是那一种享受真的是吃炸酱面特有的一种口感的一种享受啦。然后它的味道，炸酱面不要开玩笑，你弄不好的话就是一个咸罢了的，真的不要开玩笑。这一个100分，然后炸猪排，哦，我都不用再形容了啦。这一个 Doncaster 是自从我的朋友介绍了过后，我来吃过了过后，我就很想念的。可是大家有注意到我刚才为什么我吃的时候，我好像还是很 surprise 这样，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吃了。第二，我都忘记了原来吃它的那个炸猪排也有很像是盖耳朵这样子的感觉的。当然我知道它不是每一片，但是大家看吧，如果你吃到这样，然后刚巧你又是喜欢的话，就是中jackpot了。那美食当前，享受大家看到了刚才的画面，觉得想吃 LLD。我刚才是因为从布中过来了所以我是需要从 Street Darling Line 转格兰的家园来。但如果大家本身都是住在 B 街，都是住在苏邦，都是住在三威这一带的，就不想开车，parking 不便宜，对吗？要找 parking 也不容易，那就LRT 了。
好，LRT格兰德家园 Line， 我刚才讲的下越界 7， 直接走到去等 BRT， 上 BRT 过了那个 Monash 下3麦站，走天桥过来这边下来，吹着冷气慢慢走就到 Doncaster 了。好，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吃过其他更好吃的炸猪排，你们认为更好吃的，就也在留言推荐我一下。那有吃过 Doncaster 的观众朋友，也请分享你们的经验，你们觉得好吃吗？有像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子吗？好，那喜欢的朋友就多多支持。还是那一句，做生意不容易多多分享。做生意真的是需要口碑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突然间想起，就是大家看到我其他的影片是没有特地去放英文字幕的，因为抱歉，我一个人从拍摄到剪接到上传到做那个 thumbnail， 一切都是我一个人，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那其他的视频我就不放英文字幕，但是这一个2D MRT 美食系列，我想到我的初心嘛，就是除了分享美食之外，我也希望可以帮到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让国外的朋友要是来到马来西亚的话，真的是除了就是一般是网红打卡店去吃那几个美食，如果想要去发掘这些隐藏美食的话呢，就可以透过我的视频更加去了解。大家也知道，外国游客你要他们一直坐 Grab 开车是不太可能，所以可能如果是他们是愿意搭 LRT。我第一个视频有讲的，就是有那个 My Travel Pass 的话，他们可以通过 LRT 还是 MRT， 可以根据我的路线去找到美食。那我也希望，不要讲到自己极伟大了，但是我也很希望可以为国家的这个旅游业尽一份小小的力，为世界各地介绍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所以大家除了看我吃，除了是专注在美食好吃还是不好吃，也请多多分享我的视频给你国外的朋友看。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看2个点，第一个，很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的那一个咖喱面的视频也很多人留言鼓励我、指正我、问我一些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大家的 like、大家的订阅我都看到了所以满满的感受到了大家的关心、大家的喜爱，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真的是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但希望大家也多多分享我的影片给大家的朋友们，因为订阅数在YouTube 里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都是演算法嘛所以我相信 YouTube 的演算法看到我的频道有越来越多订阅者，有越来越多人按赞、留言分享的话，那演算法就会知道好，这家伙做的视频是大家喜欢的那就会帮我希望了演算法看到的话，就会帮我推多一点给世界更多的人看到。我在第1集的时候我都讲过了我做这个视频，我不是只是要大家看我吃东西，然后讲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这个有很多比我更优质的博主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比方说Nick我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家讲你做这个你有看吗？那个中年男人Nick，对不对那我也是有去看，当然就是他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棒他的视频也是非常的吸引人。那大家多多支持本地创作多多支持我们本地的 YouTuber， 大家也不妨去看一看Nick的视频。那拿回来的话呢，就是在上一个咖喱面的视频里面，大家都有提到，就是说希望我把我的影片控制在20分钟或者是以内。确实啦，大家说的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一个美食博主在那边讲这么多废话的。所以我也听到了大家的反馈，我也会尽量就是少讲一点话。但是问题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我只是在吃的话，吃给大家看，评论那个食物，单纯只是这样呢，这不是我要做的。所以我是希望日后熟悉我的观众朋友，或者是会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会喜欢，就是除了看Jason吃，分享美食，分享对美食的感觉观感
感想、感受等等，也会喜欢听Jason分享Jason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一些观感，对于我们该用什么样正面的态度去看待美食，去看待我们看待美食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希望我的频道可以带给大家的价值。我也会提醒自己以及优化，我会尽量就是把我说话所谓讲废话的这些部分放在影片的后面。那起码如果大家只是纯粹只是要看我吃东西的话呢，那前半部啊，比方说现在其实严格讲起来，如果大家觉得我很啰嗦很多话讲的话，大家已经可以转走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支持我，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转走之前，请帮忙按下订阅按下订阅的那个 button， 然后也最好也开启小铃铛啦，这样子我每一次我 upload 新的影片的时候那个 YouTube 就会有 notification 提醒大家。那在大家转走之前帮忙订阅一下。但如果是继续愿意看下去，愿意听我分享想要更加认识 Jason， 想要知道 Jason 的人生观想要我们一起去探讨如何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加正面，更加多正能量，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批判就是我吃到我不喜欢的美食，就说这个美食不好吃。那大家听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缺乏思考了。现在social media的世界，我们很容易被短视频1、2句话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个Jason讲不好吃，这样我就不要去吃了对不起，没有不好吃这一回事，大家自己来试。现在是12点19分，因为它是早上11点开的大家都知道，我都会尽量早一点，就是都会在人潮还没有很多的时候来拍。第一，比较容易找到这一个我喜欢的位置；第二，就是身边周围也不会这么嘈杂；第三，大家不要看这样子拍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也是硬着头皮拍的时候，大家在前面排队美食，一直看着我，每讲一句话，隔壁桌的也是看着我，都不容易。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就是不管哪一个美食博主任何啦，对不起，不只是说content creator， 我常跟我儿子讲，没有一样工作是容易的，没有一样事业是容易的。你要有所成，就必须要努力，一定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没有人是侥幸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不要看热闹，要看门道，就是背后任何人我们content creator，尤其是我们的付出这样子拍，要忍受被人家赶。LRT 的时候不容易啦，不可以拍的security 会来警告我们，就是不要去拍到人脸然后进来有些店，不是每一个老板娘或者是员工会愿意笑脸对着你让你去拍，所以都会有这些种种的挑战，我们都是要去经过。但是最主要，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做，而且会想做得更好，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热情，是我的热情，这是我喜欢我想做的事情。那我想做什么呢？我不是想吃东西，我是想跟大家交朋友。我很开心订阅我的、看我的视频的、留言的每一个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在回复上一个视频的时候，我有讲了，就是如果大家谁有看到我，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都是朋友。爱美食的人，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朋友，我们随时都可以一起交流。Cheers。我很喜欢来三位这一带，尤其是Monash附近，大家也知道就是Pyramid嘛，然后很多不管是三优的学生、Gayless 的学生、Monash的学生，午餐的时候都会聚集在这一带。为什么我讲喜欢呢？就是看着大家青春洋溢感觉到自己都年轻一点，很怀念就是大家都有年轻过。那如果看我的这个视频的观众朋友也有学生那也祝你们学业顺利，加油啦，加油啦！做什么都不容易的念书有念书的挑战，出来社会有出来社会的挑战，但是不要担心挑战，人生不用去担心问题的。大家看回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人生只不过是在解决问题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是你学业上还是事业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去看一看我的视频，就明白我在讲什么。加油加油！